好，来给我们天蝎看一看你们的感情有没有复合的可能性。那我们的天蝎在感情当中啊，一旦认了真啊，对伴侣就真的是非常的宠溺啊。但是再怎么宠呢，也不能触及到我们天蝎的雷点哦。天蝎是非常讨厌对方会仗着自己的喜欢就作天作地，比如说假装离开的这种方式来逼我们天蝎道歉啊，或者硬是跟我们天蝎对着干啊，来试探我们天蝎的真心，这些都非常能够触到我们天蝎的这种底线哦。那如果天蝎对你好，那真的是因为爱你；但是如果你是仗着天蝎的爱，不羞耻的去索取，那他们就真的会觉得难以忍受啊，然后也会悄然生息的收起自己的这份爱。所以作天作地、恃宠而骄这些是入不了天蝎的法眼的。那么在我们天蝎的这个牌面上，你能看到啊，首先出现的是一个战车牌嘛，这份感情目前是有这种胜负欲在作祟的哦。可能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吧，甚至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又觉得有点飘了啊。就是对方他如果说对自己好了一点，又觉得好像我可以拿捏得住对方了，所以其实这边出现的这个战车牌啊，更多的是代表这个感情有一点点要停止了啊，无法再继续推进下去，甚至呢，两个人都会有这种情绪化的一些行为，那就是我故意说一说我不爱你，或者说我故意说我要去无缝的连接、无缝的对接其他的人，会有这种状态，但其实更多的都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哦。那这张牌呢，也能看出来代表了两个人是有感情的，感情基础是还 OK 的，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话，也确实是真心相对哦，但是总会有因为一些比如说前任的问题呀，或者乱吃醋啊，莫名其妙的怕别人抢走另一半啊，就这些会导致你们的这份感情不是很稳定哦，这就是你们可能两个人的性格不是那么匹配的一个原因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天蝎这边的一个情况啊。首先，天蝎这边出现的是一个圣杯4嘛，那说明我们的天蝎啊，对待对方的不满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你可能真的是忍了很久，然后现在是有一个突然的爆发。那很明显啊，这张牌呢，就是表现我们的天蝎对对方的这种不满意，比如说嫌他真的不够多啊，或者说觉得他方方面面的事情还可以更好，他也在各方面可能做的不太够，如果说就是有跟其他人的对象去做比较的话，可能就会觉得有很多地方是不足的。其实就是天蝎是很有意见的了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后面有一个权杖国王，我能感觉到天蝎虽然不满意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从这段关系当中走出来。因为这张牌就是我可以说你不好，但是别人不能说你不好。我就是有一种霸道的这种占有欲啊，我听着不舒服就是不行，好像就是只有我们天蝎能够收拾他，可以打可以骂都行，但是不能有任何人来欺负，就是会有这种甜蜜的负担啊。那么对方这边呢，首先是一个皇后牌，其实对方他也不认为自己有错，但是他确实对我们的天蝎是很包容的，甚至他会我觉得是无条件的在为我们的天蝎付出啊，所以其实可能就有一点把我们的天蝎惯坏了，就觉得他应该怎么样。其实我们天蝎可能是出于习惯啊，把对方的一切付出都当做了理所当然，而且天蝎会觉得自己也没有错啊，错的就是对方。那么其实后面呢，他有一个圣杯8嘛，在这边也是表示这个人就会觉得，那我也不伺候你了，他会有一点受不了我们天蝎的性格了，而且他也有自己的自尊嘛，不想在这份感情里面持续的去被我们的天蝎消耗，甚至说是被使唤啊，也就是说明这个人他其实会觉得天蝎压根不受他的掌控，所以呢，对方他也就会觉得那就 OK 吧，既然你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或者也不愿意听我的，我也掌控不了你，那么我就去选择其他的人，或者说如果有更好的人，那我就去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嘛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双方更多的一些心理的想法哦。首先是我们天蝎这边，第一张牌出现的是一个圣杯5，那么这张圣杯5啊，说明我们的天蝎可能会认为这段感情已经分手了，或者说你们也不想再跟这个人在一起了，但其实都是表面现象啊。你会发现，虽然我们的天蝎有很多的不满意，有抱怨，但是天蝎也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，或者也是有点死鸭子嘴硬啦，当面说不在乎，不想跟对方好，其实心里还是会惦记着这个人，想要跟他在一起。所以呢，当这张牌出现的时候，也是代表我们天蝎对这份感情的一种不满意和不满足，内心其实已经很柔软，甚至想要去找对方了啊，或者说低三下四卑微去求和。但是如果说就是让我们的天蝎真的主动的去补救的话，好像
天蝎就会觉得下不了台哦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这边是一个星币八，星币八呢就说明天蝎最近确实很忙哦，可能有很多人想要找天蝎玩呐，比如说有一些前任呢，可能都会回来找天蝎，就是莫名其妙的也会招惹到一些其他的桃花和机会。但是我们天蝎为了事业，为了自己的工作，也会稍微的有一点分心啦。那可能白天分心，晚上闲下来呢，又会对这个人有很强的思念，想要跟对方在一起。其实我觉得天蝎是忙于去做一些事情啊，一方面呢，就是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，不想太多的陷在分手的这种难过的情绪当中；一方面也是想要寻求发展啊，或者说想要更加的自由，想要去多一些跟其他不同类型的人的合作，或者想要结交一些社交型的其他的朋友，甚至你们现在也不太想要真的在感情上面稳定下来，因为我们这边后面是一张星币侍从嘛，这种土元素出现哈，也是代表其实我们天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结婚也行，不结婚也行，所以可能到了这种要结婚、要稳定，或者对方想要对这份感情宣告归属感的时候呢，我们天蝎其实如果没有人推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这种会想要拖着的状态哦，那就要看对方的表现，再决定自己要怎么样去做了。其实是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对方这边的情况。首先呢，这个宝剑女皇啊，代表这个人真的很难去低头，他现在就有一点正在气头上面啊，或者说有一种不上不下的这种阶段，他甚至想要跟我们的天蝎保持这样子的一种距离感，或者说要么就先断开联系，就是给彼此多一点冷静的空间，多一点距离。因为这张牌呢，也是能看到我们的天蝎不太受控啊，让他真的很受挫，所以他需要冷静思考一下，想想看怎么来治一治我们的天蝎。只有想一想怎么来治我们的这个天蝎啊。那么后面呢是一个逆位的权杖2的出现啊，表明这段感情是有明显的阻碍的，而且大概就是我们天蝎这边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追求者啊，甚至说会藏着一些三角关系，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在当下解决的问题，甚至可能牵涉到了一些前任啊，就是我觉得这种感情的这种纠葛哦，其实有在隐瞒着对方。好在这个人他其实内心深处仍然还是想要得到我们天蝎的认可的，想要被天蝎当作是他的唯一，所以因为毕竟这边有一个圣杯10嘛，他内心深处会把天蝎当作是自己的结婚对象，在认真相处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说谁更想结婚的话，那一定是对方更想结婚一点哦。但是前面有一个宝剑皇后嘛，就是多方面的考虑，可能觉得天蝎也不太适合去结婚。那这张牌呢，我感觉对方他还是会有一种背后偷偷的去背着家人啊，或者背着一些原因，不管不顾的想要跟我们的天蝎继续在一起。只是这份感情很难去公诸于众，去公开啊，所以他其实也挺难的。但是我真的觉得他对感情是蛮认真，是想走到最后的啊。那我们最后的结局这边出现的是一个魔术师，那这张牌是代表我们的天蝎特别渴望自由啊，当然也是代表在感情里面可能想要恢复一段时间的自由，比如说想要去被对方重新的去追求回来呀，或者觉得自己真的也不够自信，所以这份感情呢，如果能够重获自由，其实也是一件好事情，因为你们两个人其实可以重新的去建立一种爱情，甚至说会有这种情窦初开的感觉哦。所以说如果现在断联也不要紧啊，就把所有的心思先放在自己身上，不要有太多的抱怨或者不满，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态也许等到下一个契机重新开始，对你们来说都会更好。